好。兄弟呀，我的货啊，做人要讲诚信的啦！都他妈炸去了，你还他妈慌呢？你傻了吧你？小轩，关门。好。雷神木，老实点，别想跑。看什么看？带走。卡隆32。昨晚跟你接头的人是谁？大雷，他是我从香港摸过来的重要上线。你们知道我跟他们建立彼此的联系花了多长时间吗？说正题。代理没有家庭，背景复杂。他的上线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供货商啊！昨天晚上你们这么一动，已经打草惊蛇了。今天先到这儿。喂，下午3点钟会议必须到。是。坐吧。卡隆到了吗？昨天我们抓了个香港人，叫卡隆。刚刚经香港黄警官确认，他就是我们要等的卡隆。既然身份确认了，就请过来开会。快！来不及了，卡警官，快！走！你站直了，快！小梅啊，对不起啊，卡警官，我是一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啊，你当我大事情了？你啊，好美啊！报道，进来。对唔住啊，迟到了。坐吧。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好，那下面开会啊。我们今天是开一个关于缉毒的工作会议。同志们，当前境内和境外的毒品问题，传统和新型的毒品危害，网上和网下毒品犯罪在相互交织，对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社会稳定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我们公安机关要坚决彻底地把禁毒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当前汾源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并且有泛滥之势。这种新型的毒品叫 FTN2，这种毒品不但致幻，而且致命。FTN2是新一代的毒品，只需要2毫克，同志们。只需要2毫克，就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毙命，情况非常严重啊！目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境外的毒枭正在通过香港的渠道，跟我们大陆的不法分子进行联系。我们下面有请从香港赶过来的卡隆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基本情况。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境外的贩毒团伙在内地接了一批货，很有可能会进第2批，而且毒品的来源极有可能就在汾源市。这怎么可能？你有什么证据？我这次来内地装扮成毒贩，主要就是与之前香港交接的关系进行交接。可惜啦，生手段啦。
进来。周副厅长，赵副厅长，坐吧。怎么了？线索断了，是不是又出什么岔子了？大鱼吃鱼仔，鱼仔吃虾啦。我是一个香港人，来内地缉毒，鱼饵被吃很正常的啦。毒贩嘅世界，你講誠信，誠信還不如一張擦屁屁的紙紙錢啊！二位，上级已经决定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这可是个大案子，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比较少，要找到可能隐藏在汾源市的制毒工厂和幕后的主犯。现在大陆警方和香港警方准备成立临时办案小组，我来负责这个案子。这是小组成员的名单：刘东伟，法医，也是化学方面的专家；徐小轩，主要负责网络安全，同时也是网络侦破的高手；黄真是武警部队的教官，干练，人送外号“西北狼”。咱们小组个个都身怀绝技喎。不能说个个身怀绝技吧，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有过重大特殊贡献的下单是小组的组长。好，这次行动一定要高度保密，有任何情况要及时向我汇报。这次行动代号“猎魔行动”。是。喂，夏局长，咱们组每个人都有专长啦。喂，你最擅长什么啊？我听说大陆的女警察不会牺牲做饭，真係假噶？我这次来大陆之前呢，对大陆的生活呢，大陆的警察呢，做了很多的研究。哎，我还看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啊，便衣警察啦，121枪杀大案啦，重案6举啦。你应该去写小说，而不是当警察。我还真写了不少关于侦探的小说啊，回头送你一本啊。如果你真的是小说家，还是希望你把汾源市写得漂亮些。哎呀，涼啊，好涼啊！喂，天氣啊，太乾了，我簡直都要流鼻血啦。水也硬，我只能買礦泉水喝啦。最重要的是，天天都要食麵，還有吃醋啊！我真係點煮啊？入鄉隨俗，我们这里不仅吃面吃醋，我们的雪糕都是醋味儿的。真？你知道我以前的搭档跟我在一起都会怎么做吗？什么啊？他们会闭嘴。大哥，香港那边来信息了，他们对咱们的制药厂很感兴趣。好，把咱们药厂的库存药送到实验室。一旦条件谈成，马上分解生产。明白。这几年，咱们一直被这个姓韩的掐着脖子，事事都得听他的。元哥，现在技术为王，渠道为大。FTN2的技术在咱们手里，而且咱们有药企做掩护，只要拓宽了渠道，我想姓韩的奈何不了咱们的。终于可以顺口气儿了。那笔捐款怎么样了？捐款已经捐了，有个小报记者想要采访您，我给拒绝了。拒绝的好。为人要低调，越是接近成功的时候，越要夹着尾巴。怎么样，有线索了吗？聊天交友软件的兴起打破了地域限制，他们通过聊天工具将吸毒贩毒的行为从现实搬到了网上。他们互称为道友，用暗语在各个聊天软件论坛里交流。通过 IP 地址定位，这一毒贩昨晚在网上买了大量毒品。位置确定了吗？确定。好。妈妈睡着了，别吵醒她。
大姐。犯罪嫌疑人3号门抓捕 ，B 组收到请回复。机组收到。你会开车不你？我这损失谁赔？警长，请你配合一下，来把车停好，来小刘检查一下，车停好，停好，停好。是毒品。你送开开子！喂，王大哥，王大哥，老实点儿。不麻不辣，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大哥，我啥都不知道，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送，我就送了，我其他的我不知道啊。这家老板在哪里住啊32204，快点啊！梅姐，送餐到了，帮我开下门啊。好的。我要这儿拿。警察，警察！别动，别动！给我坐那儿！坐下，坐下，坐。谁想跑就铐起来！警察同志，我们郭晓。闭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都给我蹲下！蹲下，这边蹲下，蹲下，蹲好。谁是泥鳅？站起来！好啊，看你们都是老熟人了，谁也不愿意指认。给你们个机会，都给我转身！快点，蹲下！蹲好了哦。现在可以说了吧？嗨，你瞧！哥哥！哎，走！干什么你？哎，还没给钱呢。喂，我再发了。干嘛呢？我让你跑，跑没啊？带走！放！警官，我可什么都没干啊！没干你跑没啊？我们就打个麻将而已，也没玩那么大，没必要抓我吧？倪大白曾因打架斗殴致人重伤，入狱5年。出狱后，在五龙口双马巷开了一家川菜馆。对，你看我现在挣些生意人了。照片。这跟我可没关系啊！这麻辣鸡翅，不要麻不要辣，你知道什么意思没？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客人要什么我就点什么。至于这个麻辣鸡丝，不要麻不要辣，不要鸡丝都行吗？给你个机会吧，
在到警局之前，你要是交代了，就算是你戴罪立功；如果不交代，我们也有办法继续查下去。你想好了？小刘，把车开快点。提供吸毒场所和毒品，而且造成有人死亡的后果。你以为你逃得了干系吗？监狱你是跑不掉了。非法持有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么多罪名加起来，你觉得能判你多少年？你现在30几岁，想想你今后，你父母都70几岁了，到时候你想尽孝，你都冇晒机会咯。你搞清楚啊！毒品从哪里来的？你的交易上线是谁？你是要替他挡罪吗？说。警官，我说，红毛是我的上线。我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下周星期3，祥友桥下10点进行交易，到时候他们会用红绸作为标记。韩先生，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事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聊比较好。啊，是。之前你生产的那批产品质量出了问题，被质检局盯上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影响不大，我会处理好的。香港那边那个公司谈得怎么样了？很顺利，他们对咱们的工厂很感兴趣，不过他们想拿到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且必须要亲眼看到我们有持续供货的能力。尽快答应条件，联合建立境外的运输通道，还有过段时间他们的代表 Tony 会来考察，你要好好的交代。放心吧，生意上的事情我会让冷月来帮你。韩先生，我会做得很好的，我看就闭了吧。老李啊，要不是之前我拉了你一把，可能你现在还窝在胡同里给人把脉开方子呢吧？
你要记住，是谁提拔了你？老板，这是从他家里发现的。老板，饶我一命吧，我再也不敢，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这都是教训呐。老好。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我就是来钓鱼的。钓鱼跑什么呀？我以为你们不让钓鱼是抓我呢。你钓鱼桶里装那么多钱？什么钱啊？我不知道。谈谈吧。你说你是孤儿，我们调查过了，你父母健在，你就忍心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吗？你为之卖命的那些毒贩头子，比你活得好多了。你死了，他们一样花天酒地的。谁也记不住你是谁。讲义气，在毒贩的世界里就是讽刺。就你这些货的料，就是零口供，也能把你给背了，背你几回都可以。哎，你说你怎么给人卖命，对你有咩好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把握住了哦。我爸也是一名警察，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我爸喜欢男孩，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玩的游戏都是男孩子玩的游戏。我陪你喝了。爸爸，我爱你。爸爸也爱你。乐乐，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又想妈妈了？没有呀，妈妈每天在梦里都看着我呀。爸爸，是不是你想妈妈？我没有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爸爸每天执行任务的时候，妈妈总是在远处
看着爸爸。爸爸晚安。晚安，乐乐。我一直记得我爸跟我说过，我们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刀尖上行走的人。对，在公安战线上，付出生命的缉毒警察，远远高于其他警察。就是因为我选择当了一名缉毒警，我妈知道我爸去世的时候都不肯原谅他。我能理解，他是不想让我走我爸的老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相信有一天，阿姨会理解你的。呢個係我老豆，呢個係我媽，呢個靚仔就係我啦。幸福的一家三口。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就是你說的刀尖上行走的人。他們也是缉毒警察。20年前，他們被毒販殺害了。凶手找到了吗？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我一直记得那个人的脖子上纹了个Z头。真是对不起啊！第一次见面我就把你当成毒贩了，还抓了起来。真是没想到你和毒贩有这么大的仇恨。刀尖上行走，如果有一天需要我牺牲的话，我也会心甘情愿的。来，我有个建议。你講啊。把那張照片刪了。為咩啊？做咱们这一行的，我就不用解释了吧？你应该明白。这算命令吗？对，删了。好了。好兄弟。曹局长。童话里有小海豚遨游在海洋，童话里有帆蝴蝶带你去飞翔，童话里有大熊猫是可爱的国宝，童话里有小老虎它脾气不太好，童话里还有你，童话里都是骗。你是不是在耍我们？我是想立功的，你们得相信我。卡！哎，拍摄为什么不开灯的啦？导演，您戴的墨镜，墨镜。啊，那再来一遍了，要性感嘛，性感一点啦！音乐。好了，导演。来了，姐，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冷月。不好意思，来晚了。谢谢二位。Jason， 看见你第一眼，我就想起了布莱特尔诗集中的一段诗。看见你如此这般，我将献给你种花美人，
冰冷愉悦的亲吻和缠绵的抚摸，婉约有舌交缠萦绕在深深的眸穴。幸会，你好，王小伟。你好。听红毛说，在汾源可以买到海白菜。来，三位我们坐下聊，慢慢聊。来，走。二位啊，都是做国际贸易的大老板，在澳洲和香港的都有生意。这次呢，想在国内找一起仓库进行合作，咱们呢做点大生意。哦，我们公司主要运营短视频直播带货，倒是有几个粉丝量100万级的大号专带海产品。你们要是需求量大的话，我完全可以给你们对接海产基地，反正有钱大家一起挣嘛。姐，二位老板的意思呢，是钻石生意。钻石？一会儿海产，一会儿钻石，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既然没有诚意谈，那就不打扰了，咱们走。哎，姐，还没谈呢，走什么呀？运输不用管，一只曼联50万，有诚意就谈，别在这跟我弯弯绕的。哎，王总，哎，靓女啊，可以见面的。哎，姐，多好的机会啊！这是笔大生意啊！不是，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哎，你怎么不按之前计划好的做啊？卧底的第一课见机行事，钩子已经抛出去了，就看他们上不上钩了。你有把握吗？你这么说会不会太过于直接了？一颗海洛因在缅甸卖60，经过中间人层层加价，在国内的价格每一颗是200到300中间，而我给他们开出的价格，他们没有理由拒绝的。只要是有贪念，就一定会上钩。哎，我看你对那个冷月挺感兴趣的嘛。你有你的随机应变，我有我的个性伪装。你说那么漂亮的女人，男人如果见了不动心的话，那才叫有问题啊！冷玉那边怎么样？不相信你们，他说现在风声太紧，不能大量供货。他们什么意思？小量交易。不会是在这里交易吧？镇定点儿。怎么是2个生面孔？熟人介绍，做国际贸易的。喂，把钱交给他。谁呀？拿过来，给我。给他。给他。喂，给他了，货呢？喂，喂，咱们把钱给了他，那我们的货呢？你确定他们的底子干净吗？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喂，你好，是110吗？啊，我要报警，在金阳湖有人好像是在交易毒品，在湖的西边一块大石头旁，就刚刚。
贩毒都该有无人机了，看来只能找到毒源，我们才能彻底的摧毁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做交易点，我觉得不对劲儿了，可能是个圈套，快走！站住！快跑！快把东西扔水里！走！站住！给我站住！别跑！小丹，有人在监视你们，小心。收到。丹姐，天上的灯需不需要打掉？不要打草惊蛇，这出戏我们得演下去。快点，快点，开快点！险象环生，才是干这行真正的魅力。这生意可做吗？我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至于生意嘛，我不想冒险。万一真的是大客户，那可是公司的损失，韩先生会不开心的。我一年给公司赚多少钱，韩如冰不知道吗？整天躲在人背后，指手画脚的。相比之下，我更钟情于你。你身上的味道让我着迷。你和韩先生认识很久了吧？大学毕业回国，韩先生公司正在招聘，我就应聘了。看来他对你不错。韩先生可是仁义之人。干我们这一行的，还可以谈仁义吗？韩先生对你不薄，希望你能干成大事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的是小事儿。谋事在天，成事在人，成的才是大事儿。有道理。姐，喂，邊度啊？小帥哥，是我。喂，靚女啊！喂，你怎麼換號了喎？我有好幾個號呢，你想不想知道啊？想啊，當然想啦。如果想做大生意，明天上午10點來 Mimosa 酒吧。冇問題啦，我什麼都喜歡大的。OK 了。看来这个女人对你有点意思，这是个突破口。我的小说里面那些心狠手辣的女人都有一副很好的皮囊，我可不愿意死在他们的石榴裙下，当成一缕亡魂呢。还算你有点理智。关键是不是我喜欢的那款？我喜欢那种沉稳干练，能一脚把我摔在地上的女人呢。
开着看路了。对方很狡猾，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新面孔。看来我们要做好放长线的准备。组长，你的意思是要执行卧底任务？没错。卡隆在卧底方面有经验，我和他继续跟进冷月这条线。黄大哥，小轩，你们俩监视外围，有突发情况随时准备接应。明白。组长，那我呢？你的任务很重要啊。什么重要任务？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每种毒品有它的基因密码，是吧？对啊。我需要你把现在市面上的毒品进行分析。明白了，没问题。你们女人呢，都一样，怎么这么爱迟到啊？我说的是女人，对唔住啦，我说的是你个靓女啊！注意你的说话态度啊！我现在是你的老板。冇问题啦。你好，欢迎光临。妥够了。坐下。9点钟的方向有人盯着咱们。啊，是不是冷月的人呢？有可能。既然演出开始了，这戏就得演下去。咱们得在分院时造势。飞了飞了。来，脆这点。再给我拿100万，我all in。兄弟，钱不够，开不动我。我们俩刚从国外来，没有换太多的人民币，美金可以吗？当然可以。
如果多了不用你补，开牌。好。我以为你三张 K 呢，吓死我啦！对唔住啊，兄弟，就是比你大一点啊。有意思啊！你吓死我啦！来，继续兑现啊，兑现。来，哥哥厉害啊，牌打得不错，是职业牌手吧？职业谈不上了，就是爱玩2把了。都说黄赌毒不分家，不知道二位是做正门生意的还是偏门生意的？只要是来钱快，还分什么正门偏门呢？钱是无辜的，你说呢？姐姐说话就是洒脱，我喜欢。兄弟，是不是有什么好的生意照顾姐姐呢？这个嘛，有是有，只是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这门生意有100%的利润，当然可以铤而走险了。如果有300%的利润，践踏一切原则和底线，又有何不可呢？你看看，姐姐果然是同道中人。哎，这么着，我做东，姐姐赏个面子，咱们聊点挣钱的买卖。怎么样？我今儿在这儿请你们吃饭。文化氛围这么浓厚啊！哈，那必须的，咱们得学学文化人才行，你知道吗？犀利喎，水哥！哎，来，别客气啊！冷月，怎么是你啊？缘分。王总，上回跟你说过的吧，我跟冷月姑娘一定会有缘再见面的。靓女啊，上回我们约定的地方，你怎么不出现呢？上次约定的地方，我刚到就发现有人跟踪我。跟踪？点可能啊？跟踪也是跟踪我们啊！跟踪你们？是啊，上次在晋阳湖交易，有人通知了警察，估计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尾巴吧。不过有件事情，我很好奇，我们俩刚从国外回来，底子是干净的。刚交易，警察就出现了。我是在想，会不会有人存心所为呢？可能你们刚入境的时候就已经被警察盯上了，那也没准啊。嗨，既然你们都认识是吧？那就是有缘嘛。听我的，今天我做东，咱们一切向前看。快点的，上菜。不急不急，大家能坐在一起就是缘分。不过，能不能同吃一锅饭，还得看看彼此的实力。王总说的对，知道多大的胃口，才知道该上多少菜。我计划建立汾源、香港和澳国的长期供货源，不断的出口。我是搞国际贸易的，出口的渠道由我来搞定。只是不知道这茶壶里的茶够不够多，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呢？只要价格合适，货不是问题。这可不是一笔小生意啊！如果中途断货了，那损失的数目可大了去了。所以，我们决定要先考察你们的生产能力。喂，你们不是发2手货的吗？那怎么可能？工厂随时考察。好。元哥，你找我。冷月最近在干什么呢？他跟一个叫水哥的人在一起，好像还把上次晋阳湖的2个客户介绍给了他。水哥，
嗯。开房。好的，您是开1间呢，还是2间啊？2间。好的。做嘢嘛。这是您的房卡。你们来了，快进来坐。报告出来了，你看一下。好。我将市面上所有的毒品都分析了一遍，其中一类毒品呢是由野生麻黄草提炼出来的野生麻黄素生产的传统毒品甲基苯丙胺，而另外一种毒品呢是 FT2类物质原料合法，通过对其化学结构进行修改，从而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型化学毒品。你的意思是说，制毒工厂不止一家？很有可能，因为从原料和制作手法完全不同。你把这个情况告诉周副厅长，等待我的通知，随时准备接应。好。丹姐，冷月消失了。意料之中。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带来了。这是一个芯片，只要敲击摩斯密码，我就能收到。这是谁的呀？你们看我干什么？这个我可不用啊！组长，你看一下。托尼，这位是水哥，他也有自己的工厂。Hello, I am 水哥。How old are you？ 初次见面就问女士的年龄是不礼貌的。我中文是可以的。嗨，哎，你中国话说挺溜啊！啊，到了分园我安排。远哥，托尼被冷月和水哥接走了。好，给我盯死他们。好，我知道了。冷月说你有自己的制毒工厂，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货？当然可以。滚石、生物碱算不上最好，危险。但是这个在全国都是最畅销的。我就想要 FTN2，药效强劲的那种，在 FTN2的结构加上一些化学基因，随时可以改头换面。我就需要最新的货。我对上次那批货很感兴趣。OK， 水哥，你先去照顾那2位朋友，我再跟托尼好好聊聊。好吧。远哥，水哥和托尼好像在讨价还价了。召集人马，做掉阿水。
你等一下，不是刚检查过了吗？哎呀，干咱们这行的，脑袋别裤腰带上干活，小心点没大错啊！别气，走。小心点是应该的。你这个厂子有些年头了吧？老厂改造，废物利用嘛。水哥就是聪明啊，金矿藏在废墟里，一般人可想不到哦。小意思啦，走吧，咱们去厂房里看看。来里面看看。距离汾源市20公里的废弃水泥厂。程轩，根据咱们现在得到的这个信息，能不能更准确地追踪到他们的具体位置？我试一试吧。好，你快点。一天能出多少货？你要是着急的话，1天5公斤是没问题啊。这太少了，跟我们需要的相差太多。你要是有需求，我随时加人加设备，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往棍上，快点！快，下来！快！距城区20公里的废弃水泥厂一共有3家，那也总不能一家一家的找吧？废弃水泥厂基本上不怎么用电，只要我进入电力系统，查看这3家水泥厂的用电情况，就能判断确切的位置。确定了，是山河水水泥厂。太好了！大家请注意，我是黄真，目标山河水水泥厂。站住！给我压住！燕哥，谁啊你们？你谁啊？哎，把他们放开，这是我尊贵的客人啊！哎，问你话呢，你谁啊？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我经营的好好的，你怎么就突然冒出来抢我的生意呢？自个儿不敢吃，别人吃了你又嫉妒，一看你就是一辈子爬不上杆的孬种。哎，见过雪哥？哎呀，我还真见不得雪。我猜你就不敢。对于扎脚的钉子，锤子最管用。
不好意思啊，在女士面前失礼了。你为什么要杀他？他可是韩总的人。哎呀，他是韩先生的人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这。 谁让你杀他的？谁让你杀的？谁让你杀的？李总，是我冲动了。手下人不会做事，我会好好的惩罚他。可老板不会做事的话，那可怎么办？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在汾源，只有我一家做这个，现在又搞出一个来，这是不信任我，还是要做掉我？你现在给韩先生打个电话，就说我要见他。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就说嘛，他就是个懦夫小人，他就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窥视别人，我很讨厌这种行为。你觉得呢？其实我们对他的制毒工厂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制毒能力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找更有实力的合作伙伴。说得多好！明天我想请二位小聚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夏组长发来消息，还有大雨，行动取消。各部门请注意，行动取消，行动取消。李总好，欢迎啊！来来来，坐坐。怎么样？不介意我选择这个地方跟你们见面吧？李总儒雅绅士，选的地方都是别具一格。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李总做事果断，一代孝顺了，佩服。知己知彼，方可谋大事嘛。王小伟从事国际贸易，汾源市人，家住滨江路22号5栋。你好像不姓王。没错，我爸姓张。他们俩离婚后，我就随我妈姓王了。哦，看来我们这种人都有一个破败不堪的家庭啊。李总说的对，一个家庭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我这个人总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拼命的赚钱，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哎，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对了，今天我一个合作伙伴也过来了。来来来，坐。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制药师谢成。您好。你好。这小兄弟，你看我眼熟是吗？也许我们见过面。不认识。再想想。听李总说，你这次要的货量很大。对，
我要建立汾远、香港、澳国的长期供货链，所以需要足够的供货能力。没问题，这点你放心。水哥也是这么说，可他的工厂根本就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看工厂。看什么？工厂。你们是买货，还是要买工厂？不会是警察的卧底吧？卧底？我们不是主动来找你们的，是你们邀请我们过来的。做我们这一行，最恨的就是卧底。我曾经在香港做生意，就是因为卧底，好几个兄弟都被判了，已经20多年了，一个都没放出来。你就没想着要报仇吗？我和我一个兄弟，后来找到了这个卧底，还查到了他的家。我们本来只想杀了这个人，但发现他老婆呢，也是警察，干脆就把这2个人都干掉了。可惜呀，可惜。可惜什么？可惜没有先奸后杀。你们干什么？例行公事嘛。谢杰森，在你对面的就是杀你父母的人。你告诉我王小伟的真实身份，这个人我就交给你处理。李总，你这么做太不仗义了吧？我可是你的人。我知道，我把你从韩国弄回来不是让你看戏的，用你换一个卧底警察，这笔买卖做得值了。你卡暴露，华大哥，卡龙身份暴露了。小谢、小廖，咱们随时准备支援，走。小杰森，看你的了。早知道你是个警察，我就应该弄死。李总，这个人能不能交给我处置？可以啊，带走。夏组长的信号就在东边200米。好，在这停下，停下，停下，快快！华大哥，你注意安全啊！好嘞。王小伟，看你的了。
我是一个警察，抓住每一个毒贩，把你们送到法庭上，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小珍，收到警卫的。收到。卡鲁中枪了，快通知救护队！快！是，马上就到。小刘，快点开，卡隆有危险。怎么了？今天上午在东家澳的田地里发现一具尸体。根据本台收到的消息，死亡的男子香港人，目前警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我打死一个警察，恐怕以后会有麻烦。你放心，这个视频我绝不会发给任何人。当然了，我也可以给你换个身份，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一直待在我这里。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不喜欢被人约束。元哥，韩先生来了。啊，我来了一个朋友，一起见见。韩先生，又见面了。哦，这位是王总，做国际贸易的。韩先生您好。韩先生很有品味，用的香水味道都很特别。你小子算是醒了，知道吗？你又昏睡了一天一夜呀。医生说了，说你现在可能会要血光。我已经备好了。你小子真是幸运呐，那7.74手枪危害性很小，你中弹的部位呢，正好是肺部跟心脏中间的位置。如果子弹啊再偏离一点，你恐怕都回不了香港了。我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我跟你说呀，咱们夏组长不比那大片里的特工差，特别是枪法极其的准。他怎么样了？哦，这几天没收到夏组长的预警信息。韩先生，为什么要对阿雪下手啊？那是我的厂子。这绝对是个误会呀！没有任何人提前通知我。文雷下手是黑了点儿，可是怨不得别人啊。一个窝里的雏鹰，最强壮的那一只，会杀死所有比它弱小的雏鹰，这就是生存竞争啊！别的事情我管不了，说说你的计划。我们正在和境外的买家建立一条长期的供货链，加上托尼这边的关系，一个新的庞大的体系即将形成。很好，尽快推进。托尼那边
我会让冷月来安排。好的。快看，华大哥，明天大鱼出现，可能会看工厂。总算是找到老巢了。托尼小姐，终于见面了。李老板，久仰大名，早就听说的，在分院市你的影响力。哪里？您才是我们真正的财神。韩先生交代，直接去工厂吧。好啊，那就先委屈托尼小姐了。各位，麻烦把你们身上的金属饰品和手机，暂由我们保管一下。怎么回事？啊，大牙，走吧。情况怎么样了？夏组长信号消失，目标很可能进入了较深的地下。信号消失点会不会就是制毒工厂？很有可能。等待下单的最后确认。收到。我们的货以化学成分 FTN2 为基础，通过修改其化学结构，可以实现源源不断，甚至是多种多样的新型产品供应。你想要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不错，这是我想要的。都是你的。OK。信号又出现了。制毒工厂位置确定。行动。
带他们回驻地。有警察！警察！里面的人出来！站住！不许动！黄大哥，夏组长需要支援。带走！是好。快！不用！别开枪！站住！别动！站住！站住！走！别动！对面山上那棵树下有枪手。接你的枪，我数1、2、3，咱们2个同时开枪。是。准备。1、2。黄大哥！别说话，你坚持住。小组长，我跟你请个假，我得回去给乐乐过生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呀？蛋糕都快化了。爷爷说等你回来才能吃蛋糕。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我都快饿了。黄大哥！爸爸，我想妈妈。
注意啊，不能剧烈运动。谢谢大夫。不客气。妈，你怎么来了？你是我女儿，我怎么能不来呢？疼吗？不疼。你看，还说不疼呢。哎呀，别这样，你这性格呀，跟你死去的爹一样，骨子里倔。我自己选的，我不后悔。丹丹，要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也赞成你当警察。可是，我是你妈呀，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妈妈想看着你，妈妈想看着你健康的活着。组长，阿姨，那个我们找组长说点事儿，您要不先休息一下？你们聊吧，我先走啊。妈，我周末回家吃饭。妈等你。伤得严不严重啊？你呢？我命大。李尚远和冷月呢？都在候审室关着呢。韩如冰有线索了吗？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调集了全市所有监控，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踪迹。所有地方？提审冷月和李少远。你伤还没好啊？喂，等等我，等等我啊！大夫，谢谢啊，我们先走了。韩先生很有品味，用的香水味道都很特别。韩如冰。
老人家，黄真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好警察，他是为了真理和理想而牺牲的。他不光是您的好儿子，他也是人民的好儿子。黄伯伯，黄大哥是为我牺牲的，我对不起黄大哥。别，孩子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我不怪你们，黄真，他只是做了一个缉毒警察应该做的事情。进来！每年，我国约有400多名缉毒警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牺牲在血雨腥风的缉毒战线上，奉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牺牲后，为了家人，为了后代，墓碑上甚至不能刻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离去。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为有他们负重前行。让我们珍爱生命，远离毒品。